外星人是否真的来到了地球？他们在哪里？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一切似乎扑朔迷离。然而，一位开了天眼的和尚，竟然在云游途中遇到了2个外星人，而他们竟然要拜和尚为师，与他同行。这是真的吗？上期我们讲到，这位开了天目的和尚在1992年初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法身，并得到开示，说佛祖撒手人间，再也不管人间之事了。于是他踏上云游之路，去寻找末法末世渡人的法门。就在和尚离开丹江口的那天，在公路上碰到了一男一女，他们25、26岁，长得都很漂亮，穿戴也很时髦。但是和尚一看就知道，他们不是人类，而且也不是普通的动物附在人体上。说到动物附体，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个概念，我们还真得讲一讲动物的情况，大家才能更好地理解关于外星人的情况。现在很多人认为人不过就是高级动物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在修炼界，动物是不准听佛法的，也不允许他们修炼的。为什么呢？和尚说，因为动物不具备修炼佛法所需的必备因素，也就是人体。他解释，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有2点，一个是丹田，另一个就是泥丸宫，也就是松果体。他说，丹田中存储着宇宙中的先天之气，这种气是超越阴阳2气的，又叫元气，非常的珍贵。松果体呢，它是大千世界的缩影，你的灵魂就印封在这里，里面有你投生人世之前佛给你留下的印记。为什么人人都有佛性？就是靠这点印记，这也就是你善良的本性所在。有了这2样东西，人才能够修炼，才能配听佛法。人身之所以珍贵，就珍贵在这儿。说人是万物之灵，就是因为人身上有佛留下的印记啊。西游记中有人身难得一句，都是有深意的。而动物它没有松果体，也没有丹田，也不具备佛性。和尚说，不信你去解剖一下动物看看，无论什么动物，保证没有松果体。这个东西只有人才有。说到这儿，就不得不提一提达尔文的进化论。因为进化论说人是猴子变的，而和尚认为这完全是胡扯了。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论据，他说，现代医学科学家认为松果体是人类退化了的第3只眼睛。那么好吧，为什么猴子、猩猩、猿、狒狒，所有这些灵长类动物都是2只眼呢？它们怎么不是3只眼呢？而且你去解剖这些动物，它们都没有松果体，这怎么解释呢？他说，告诉你，我用天目看到的真实情况吧。达尔文其实是魔王转生人世，为的就是祸乱人间。他抛出进化论，目的就是打击人们对神佛的信仰，让人们相信自己是猴子变的。而人们居然就真的相信了达尔文的歪理，这真是可耻又可笑啊！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撒手人间？他说，原因之一就是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神佛真实存在了，佛传下的法也就度化不了这种人了，所以佛祖也只能不管了。他强调，神佛大智大慧、大慈大悲，具备无上神通，但是也有神佛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那就是人心。人心不动，神佛也无能为力。那我们不由要想到一个问题，如果人是神造的，而神又不管了，那会有什么后果呢？和尚说，
现代人不相信神佛，也不想修佛法，可动物不是啊。动物它没有松果体，那么它的灵魂和大脑也就没有印封，智慧完全是敞开的，所以动物就千方百计的要得人体，用来修炼。这就是今天的真实情况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人，你别看他有人形，也说人话，看上去就是个人，但他早已不是人了。他其实是动物的灵魂附在了人体上。他特别提到，在东北还有南方的一些山区，有的人家里喜欢供奉一些动物的牌位，说什么保家仙，还有人求着动物来附体，觉得有个附体好像挺牛的。和尚说，让我看，这种人愚蠢到了极点。因为一般情况，这种附体能暂时给人带来一些好运气或者财富什么的，但是他用这些做诱饵，拿走的却是人最珍贵的东西。和尚解释说，他会偷走你丹田那口元气，如果你没有这口元气，立刻就死掉，连植物人都不是。但这是人自己求的，谁也没有办法干涉，人心不动，神佛也无奈啊。那现在动物附体的情况有多少呢？和尚指出，现在在中国这儿那种妓女特别的多，除了有些人是生活所迫，那些主动去当妓女的99%是狐狸附体。他还提到，有的植物人多少年后又苏醒了，其实很多都是动物附体的，他自己的元神已经离开了。话说和尚看到了这两个人之后，发现他们具备着人的外形，其实却不是人，但是呢，也不是动物附体。他很奇怪，不禁对他们多看了两眼，想要探查一个究竟。看了他们大脑中存储的信息，才知道他们并不是地球上的人类，他们原来是外星人。而这两个外星人也很快发现了和尚在用天目探查他们，一下子变得很恐惧，立刻跑到和尚的跟前跪下磕头，求着不要拆穿他们的秘密，放他们一马。和尚说，你们爱干啥干啥，我才不管你们的闲事呢。这两个人简直乐坏了，说了许多感激的话。和尚这时准备走人，谁知道这两个外星人跟在他的身后，说死说活求和尚收他们为徒。前面解释过动物与人的根本区别，那就是动物没有松果体和丹田，也不具备佛性，是不配听佛法的。而外星人也没有松果体和丹田，没有善良的本性，不配听佛法，也修不了佛法。和尚说，严格来说，外星人就是动物，但和尚一个人云游很寂寞，很孤独，想到有两个伴儿也不是坏事，所以虽然没有收他们为徒，却允许他们跟着他一起云游。从那两个人的嘴里，和尚知道了外星人来到地球的目的。他们说，在地球之外存在着众多的外星文明，仅他们所知道的，用地球上的时间计算，最古老的外星文明在30亿年以上，外星的科技水平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。但是无论历史多么久远的外星文明，他们的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进步了。最主要的一点是，无论科技多么发达，他们的寿命到了一定的年限还是要死掉。而且外星社会只有科技没有文化。和尚说，你必定想不到，外星人那里没有人懂美术、音乐、文学和哲学，更没有道德规范和对神的信仰。其实说到底，外星人就是智慧和科技高度发达的动物。但是后来外星人发现了地球，他们发现地球人对神的信仰是正确的，是远远超越他们的科学技术的。很多人在猜测，外星科技那么发达，他们到地球上来干什么呢？到底有什么企图呢？和尚说，我告诉你吧，他们垂涎的就是地球上的文化和艺术，
他们想学习人对神的信仰。和尚提示说，当今的世界上，人类社会中潜伏着数量惊人的外星人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外文明，这些文明的科技发达程度以及所走的科学路线是千差万别，但他们来到地球的目的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学习文化艺术，学习人的道德规范，学习人对神的信仰。但是这些外星人却在有意无意中把他们的科技泄露给了人类。现在所谓的高科技，比如核弹、电脑、克隆等等，99%都是外星人搞出来的。和尚认为，这一点有的人早就知道。美国科技为什么那么发达呢？就是他们得到了一艘外星人的飞船，受到了外星科技启发的缘故。他说，问题是外星人虽然竭尽全力要信仰神佛，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动物，神是不会度化他们的。外星人在他们的星球上仿照地球人的样式，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教堂、寺庙以及神佛的塑像，但是神佛还是不理他们，不度化他们。外星人没办法，于是就大批的来到地球上，伪装成人类，企图学着人类的样子，让神佛度化他们。和尚感叹，这是不是很讽刺啊？科技高度发达的外星人拼老命要信神，而原本就信仰着神的地球人，却把外星人的科技作为信仰来对待。那外星人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呢？又是如何隐藏在人类社会之中呢？和尚说，外星人普遍的生命形态非常的丑陋，无论男女都非常的丑陋，在他们的概念中也没有人类的丑和美的分别。但是外星人也不是电影上的那个样子，大脑袋、大眼睛、细长的脖子，不是那样的。他说，外星人的身体有点像那种章鱼和变色龙，他们的身体形状、颜色可以随着环境任意的变化，所以来到地球上以后，他们会模仿地球人，变成一个地球人的样子迷惑你，但从外表上你是分辨不了的。对于上面和尚对外星人的揭示，让我们大开眼界，觉得很有深意，值得思考。但同时认为，这两个外星人恐怕并没有都说实话，至少隐瞒了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外星人来地球的目的。他们说是要学习人类的文化和对神的信仰，但信仰的终极目的是得到神的救度，升华到更高境界，摆脱生死轮回。外星人所谓的学习，其实归根结底也是以此为目的，但他们有一个硬伤，就是没有人体不能修炼，神佛不度他们。所以说，如果没有人体，他们再怎么学也达到不了这个终极的目的。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外星人希望得到的其实是人体。上面讲了动物附体的事情，那么这两个漂亮的外星人的身体真的是他们带进地球，然后通过变化而来的吗？难道他们不是附上了人的身体吗？这个有点细思极恐，实在是太悬了。这期讲的内容啊，估计观众朋友们也需要时间去消化。不过或许在外星人中也有极少数好的，想要正面发挥作用的，提醒人们精神上对神佛的回归，比如火星男孩，但他似乎是通过转生而来的，所以跟那些偷偷闯进来的应该还是非常的不同吧。既然连外星人都想方设法的希望得到神佛的救度，而原来渡人的神佛已经撒手不管了，那么人类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呢？下一期让我们跟随这位和尚的脚步，继续去寻找在末世救度世人的法门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